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在历史的长河里，人类总以为自己正处于文明的巅峰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或许不是第一次？或许在我们看不见的远古时代，地球上已经诞生过比现今更先进的文明，他们拥有的科技甚至超越我们今天的一切。只是那些文明最终却走向了毁灭，化为历史的空白。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这个惊人的可能性。许多人相信，人类文明大约只有6000年的历史，从古埃及、美索不达米亚开始发展，一步步走到今天。然而，当我们翻开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，却发现有许多不合时代的痕迹。例如，数万年前的遗迹却展现出与现代工程技术相仿的精准度，又或是在古老文献与传说里屡屡提及拥有飞行器、能量水晶、巨型武器的古代人。这些线索似乎在提醒我们，文明的发展或许不是单向、线性的，而是经历过兴起、繁盛、毁灭、再兴的循环。在古代流传下来的传说中，有2个名字几乎无人不晓。一个是亚特兰提斯，那个拥有璀璨科技与庞大力量的岛屿帝国；另一个是姆大陆，传说中在太平洋上存在过的庞大陆地。这些故事被后人视为神话，却又带着奇异的真实感，因为无论东西方文化，都同时留下了关于大陆沉没高等文明消失的记录。这是否意味着它们真的存在过？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问题来了。这些远古文明是如何走向毁灭的？根据许多古老的智慧与流传的说法，这些高度发达的社会最终并非因为陨石撞击或天灾，而是因为内在的崩坏。他们拥有足以改变世界的科技，却缺乏与之相匹配的心灵与思想。于是，当科技被权力与欲望操纵时，这些文明最终自我毁灭。听起来像是一个古老的预言，但当我们回头看今天的世界时，这却像是一面镜子。想想看，我们现代人类是否也正走在同样的道路上？我们拥有强大的科技、人工智慧、核能、基因编辑、量子研究，甚至开始谈论星际殖民。但同时，我们仍深陷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、经济的不平等以及人性中的贪婪。如果思想与意识没有提升，科技越进步，人类自我毁灭的速度也就越快。或许亚特兰提斯与姆大陆就是一种警示，它们不是单纯的神话，而是地球写给我们的历史注脚。它提醒我们，文明不会因科技而长久存在，唯有当人类的意识与灵性同步成长，文明才能真正延续。而今天，我们所处的时代正站在与古代相似的十字路口。我们究竟会选择重蹈覆辙，还是走向一个新的未来？这正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。在所有远古文明的传说中，亚特兰提斯或许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名字。传说中，它是一座庞大的岛屿帝国，地处大西洋，拥有超越时代的科技。据说亚特兰提斯人懂得操纵能量水晶，能够将自然力量转化为无穷的能源。他们建筑的城市是环形分布，拥有完整的运输系统与高塔，甚至有些说法提到，他们掌握了飞行器与潜水艇般的技术。这样的描述听起来几乎像是科幻小说，但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真实感。亚特兰提斯的兴盛来自于对自然能量的驾驭。他们懂得运用地球本身的磁场与水晶的共振来产生能源，这种方式干净、持久，远超越我们今天仍依赖石油与核能的文明。在那样的年代，亚特兰提斯人不仅仅拥有物质上的繁荣，他们在医学、教育与社会组织上也极为先进。有说法指出，他们能利用能量场治疗疾病，甚至延长寿命。他们的社会架构并非以金钱为核心，而是以知识与能量的分配作为衡量标准。听起来几乎就是我们今天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国度。然而，正因为拥有这样庞大的力量，亚特兰提斯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。在某个阶段，部分亚特兰提斯人开始追求权力，利用能量水晶开发武器，甚至试图操控地球的能量来统治世界。传说中，他们引发了自然失衡，导致火山爆发、大地震与海啸，
最终吞没了这座辉煌的岛屿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毁灭并不是单纯的天灾，而是因为自身的骄傲与贪婪。除了亚特兰提斯，另一个神秘的大陆就是传说中的母大陆。据说它位于太平洋，面积辽阔，孕育了与亚特兰提斯同样先进甚至更古老的文明。一些太平洋岛屿的古老文化，如夏威夷、复活节岛、马里亚纳群岛，都流传着关于祖先来自一个沉没大陆的故事。复活节岛上的摩艾石像，甚至被认为可能是母大陆文明遗留下的线索。母大陆的传说描述了一个重视灵性与自然和谐的文明，他们懂得与天地能量连结，并且建立起庞大的社会体系。有些学者推测，母大陆的科技并不是像亚特兰提斯那样偏重能量武器，而更接近于心灵与意识的科技，例如心电感应、群体意识的共振，甚至跨维度的沟通。这听起来可能更加难以理解，但从许多古代文化共同留下的符号与祭祀痕迹来看，这样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根据。然而，母大陆最终同样难逃命运。传说中，它因为地壳大变动而沉没在太平洋之下。有一种说法是，母大陆的居民虽然懂得灵性与自然的力量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他们的社会逐渐分裂，一部分人依旧追随自然与和谐，另一部分却开始追求权力与控制。当这样的分裂加剧时，整个文明的平衡被破坏，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天变。大陆沉没，文明随之消失，只留下一些零碎的神话与遗迹。亚特兰提斯与母大陆，两个分属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文明，虽然细节不同，但结局却惊人的相似。他们都曾经繁荣，拥有远超时代的科技与智慧，但他们也都因为思想与意识无法跟上科技的力量，最终走向毁灭。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？还是地球本身在提醒人类，如果不懂得平衡，任何文明无论多么强盛，最终都将化为海底的尘埃？回顾亚特兰提斯与母大陆的传说，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共同点：这些文明的毁灭，并不是因为外部的陨石撞击或者无法抵抗的自然灾害，而是源自于自身的崩坏。换句话说，真正摧毁他们的，并不是天灾，而是人心。亚特兰提斯的科技无比强大，他们能够驾驭地球能量，创造永续能源，甚至开发出足以改变自然的武器。这种力量原本可以带来更高层次的文明繁荣，但却在权力斗争中被扭曲。当一部分人开始将能量水晶用于战争与控制，他们所释放出的力量反而破坏了大地的稳定。最终，大自然以海啸与地震回应，整个帝国在一夜之间消失。这正是科技远超一时的典型后果。相比之下，母大陆的灭亡似乎带有不同的启示。传说中的母人更重视灵性与自然，他们懂得与地球能量和谐共处，也发展出心灵层面的科技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流逝，他们的社会逐渐出现分裂。一部分人依旧坚守灵性的道路，但另一部分却开始沉迷于权力与掌控，甚至尝试利用心灵力量来压制他人。当群体意识不再纯净，整个文明的平衡就逐渐崩解。于是，即便他们掌握的科技与智慧更偏向精神领域，依旧难逃灭亡的宿命。从这两个故事中，我们可以清楚看见一个规律：科技本身并不是危险的，危险的是使用科技的人。如果思想与意识的层次不够高，科技就成为毁灭的工具。但如果人类能以成熟、慈悲与智慧来运用科技，那么它将成为推动文明进化的力量。这样的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传说，在我们今天的世界，是否也正在重演同样的剧本？想想看，人类拥有核武器，这是能摧毁整个星球的力量；我们研发人工智慧，这是能够超越人类脑力的工具；我们掌握基因编辑，这是足以改变生命本质的技术。这些科技本身没有善恶之分，但一旦落入错误的意识之中，就会变成一场灾难。历史上，我们已经多次见证这样的危险。当核能被开发时，人们一开始将它视为能源的希望，却在战争中被制造为原子弹。人工智慧带来便利，
但也带来了对失业、监控与战争机器的恐惧。基因科技能治愈疾病，但同时也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。这些情况不断提醒我们，人类的心智成熟度远远落后于我们手中所掌握的力量。如果说亚特兰提斯的毁灭来自于能量武器的滥用，母大陆的崩解则来自于集体意识的分裂，那么今天的人类是否正同时承受这两重危机？我们既拥有强大的物质科技，又面临意识与思想上的极端对立，社会分裂、国际冲突、价值观碰撞，再加上科技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失衡，这些种种迹象，不正与远古文明的结局如出一辙吗？因此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能发展多少科技，而是我们的意识能否承担得起这些科技。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亚特兰提斯与母大陆的故事就不只是古老的传说，而是我们即将上演的未来。或许这就是地球文明一次次循环的原因。当人类的内心无法驾驭外在的力量，文明就会崩毁，然后再从废墟中重建。直到有一天，人类真正学会平衡科技与灵性，学会让力量服务于爱，而不是权力，这个循环才会被打破。当我们回顾亚特兰提斯与母大陆的故事，不难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点：他们都曾站在文明的巅峰，却在瞬间化为历史的遗迹。如今的人类也正处于相同的位置。我们的科技飞速成长，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突破诞生。然而，我们的意识与思想真的跟得上吗？今天的人类已经能够登上太空，探索火星，研发量子电脑，甚至讨论人工智慧是否能超越人类思维。从外在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似乎比任何时代都更强大。但如果仔细观察，我们的内在状态却显得脆弱而危险。全球的冲突并未减少，反而因资源、宗教、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更加尖锐。国与国之间争夺科技主导权，企业之间争夺市场垄断，个人之间甚至争夺网络声量。这一切都透露出一个讯息：我们的内心并没有比远古文明更成熟。试想，亚特兰提斯因为能量武器而自我毁灭，而今天的人类手中握有的武器规模更为庞大。核子弹足以在几分钟内摧毁整个城市，人工智慧若被操控，可能成为战争的机器。基因编辑一旦失控，甚至可能改变人类自身的演化方向。我们距离自我毁灭的距离，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近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并不是单纯的科技问题，而是一个意识的问题。亚特兰提斯的悲剧告诉我们，当贪婪凌驾于智慧之上，再强大的能量也会成为毁灭之火。母大陆的故事则提醒我们，当群体意识分裂，再神圣的文明也会逐渐崩溃。这两种危机在今天的世界同时上演。人类一方面在科技上无止境的追求突破，另一方面却在思想上陷入对立与分化。国界、宗教、意识形态、价值观不断在撕裂着我们的集体意识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许多人开始感觉到一股不安。我们彷佛站在一个临界点上，向前一步是突破与进化，但若走错方向，则是深渊与毁灭。这种文明临界点的氛围，与传说中的亚特兰提斯最后时刻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。不过，危机同时也意味着转机。亚特兰提斯与母大陆最终灭亡，但他们的故事却流传下来，或许正是为了提醒后来的人类。今天的我们仍有机会选择不同的道路，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让思想与心灵的成熟跟上科技的脚步。我们是否能学会使用科技来服务爱与合作，而不是服务于权力与控制？这是人类必须共同回答的问题。如果我们能从历史的隐喻中学习，这一次人类文明或许能够打破过去的循环，真正走向进化。但如果我们依然重蹈覆辙，忽视思想的重要性，那么亚特兰提斯与母大陆的命运也将成为我们的未来。因此，今天的世界其实就是一面镜子，它映照出远古文明的影子，同时也显示出我们自身的选择。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分岔口上，一条通往进化，一条通往毁灭。
究竟该如何走下去，将决定人类文明能否延续。亚特兰提斯与母大陆的传说不只是浪漫的神话，它们其实是一面镜子。它们让我们看见，在繁荣的文明，只要失去平衡，都会走向灭亡。它们也提醒我们，科技与智慧必须与心灵与意识并行，否则力量越大，崩溃也越快。今天的人类正站在同样的关口，我们的科技可能带来奇迹，也可能带来末日。人工智慧、基因编辑、量子科技、能源革命，这些或许就是现代版的能量水晶。问题不在于它们有多强大，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驾驭它们的成熟心智。想想看，如果亚特兰提斯真的存在过，他们是否也曾像我们一样自信满满，以为自己的文明不会崩溃？如果母大陆真的沉没过，他们是否也曾以为灵性与科技能够永远平衡？然而事实证明，一旦人心的分裂与贪婪未被解决，任何文明都难以幸免。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这些传说会跨越时空，被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。它们不是单纯的故事，而是给予我们的警钟。问题在于，今天的我们听见了吗？还是正像亚特兰提斯人一样，沉醉在科技的荣耀里，无视深处的危机？最终，答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是让人类再一次走向毁灭，还是突破历史的循环，创造一个真正成熟的新文明？这是一道无人能替代的选择，而这也只是开始。因为亚特兰提斯与母大陆并不是地球唯一消逝的文明，在地球历史的深处，还埋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，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古老的智慧、更神秘的力量，以及更多被遗忘的真相。那么，除了亚特兰提斯与母大陆之外，地球还曾经孕育过哪些消失的远古文明？它们为什么消逝？又能带给我们什么启示？或许，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揭开的秘密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